20年前的傲娇和现如今的倒贴，你怎么选？15年前的后宫和现在的党争，你更喜欢哪个？这中间的选择是二次元更迭了20多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整个21世纪初可以说是被一个人统治着，他就是安野秀明。95年问世 EVA 对整个二次元的影响不可估量。傲娇和35，我说这两个萌属性称霸了二次元10年，可能都说少了，一度成为版本强势英雄。不管你怎么针对，反正掏出傲娇和35就对了。就像打排位不知道玩什么就选狗熊铁男，被搬了就玩石头人，会有一种放空大脑的美感。而业界也真这么干了，虽然有一点点后知后觉，这些属性流行起来，再到业界正式开始制作这些角色，确实是隔了几年。可二次元是很残酷的，你不顺应版本就会被淘汰掉，你不会打没关系，观众口袋里的钱会教你怎么打的。我勒个哈耶克的大手！于是你在06年之后的时间，能看到一大票35傲娇角色像雨后春笋一般不要钱的往台前推，什么丁公司盟原版令，什么长门有希一直赖晴美，都是类似时间的产物。不过吧，一套出装和打法被吃透后，大家就都开始按照版本答案来玩了。一键出装一大在，后宫这个题材天然能把各种属性的角色全放进去。于是你能看到最套路的就是一部后宫动画里肯定有一个傲娇，肯定有一个不爱说话的，肯定有一个高挑御姐，肯定有一个青梅竹马。放以前相当一部分角色是你提起角色会想到这些属性，而随着套路不断固化，很多角色那都是你提起这个属性才能想到这些角色。难道就没有对传统发起冲击的挑战者吗？当然有，这要素你用得我就用不得。二次元迎来了史上最大的版本更新，伴随着一款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不能提的剑传拟人化夜游的问世，拟人这个概念的热度出现了指数级飙升。于是我们能在14-15年左右看到花样繁多的各种各样的拟人角色。你传可以拟人，那我也能把传拟人。但见少女儿横空出世，那我这枪是不是也可以拟人呢？少女前线闪亮登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甚至能看到许许多多让人匪夷所思的虚拟形象。凯基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曾经看到过粪便的拟人，据说是让你根据自己如厕的情况来查看自己的健康状况。与此同时，也有相当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某某娘也是诞生在这段时间，比如萌娘百科的萌百娘，还有表情包大户屈娘，甚至老广的小精灵也有娘化形象，好像什么东西都能出个自己看板娘。这个流行一路持续到了现在。是的，现在不信你看，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 VTuber，ROG 这种字不必说，这个影业还是很多的。空调都有，你敢信吗？一款叫华菱的空调就出过自家的皮套人，还参加过直播联动。央视的新科娘前前后后换了4代中之人，甚至共青团都曾经出现过 VTuber 形象，但是被互联网客诉噜给冲没了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看看，当时那个战场可精彩了。而在所有娘化中，现在做的最成功的恐怕得是碧蓝航线了。但是由于另一种不可抗力，你们也知道的，碧蓝航线的画面很难放出来给你们看啊。而当时间走到近几年，开始有了不少对这种我全都要的题材展开冲击的新秀，多人党争就是其中之一。以前大家抄上呢，也就是养鸡党和养女党、东马党和雪菜党、天机党和小野寺党这样的二则，但当5等分横空出世，大家的格局打开了，所有人都喜欢我的时代过去了，现在的主角要开始做选择了，但也不是那个亚萨奇的背景版了，可能是霓虹那边的社会变化。最近二次元的辣妹系角色开始变多了，不过这个喜多川海梦是真好看啊，以至于对咱们这儿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这个林奈我是真心喜欢啊，上一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还是千笑呢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你最喜欢的萌属性是什么呢？是曾经的傲娇还是现在的辣妹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